我是 Suki， 今天想和你们聊一个可能有点害羞，但男人们私下里一定都讨论过的话题。作为一个长期观察两性关系的女性，我发现很多男人心底的渴望，其实女人并不知道。而我的任务就是站在这里，帮你把这些秘密翻译成他们也能听懂的语言。好，那我们就直入主题吧。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男人，包括可能正在看影片的你，都对女上男下这个姿势有着近乎执念的偏爱？答案可能远比你想象的更直接，也更深刻。对男人来说，这首先是一场无与伦比的视觉飨宴。想象一下，在这个视角下，你和他的距离被拉到最近。你不再是凝视着天花板或是他的背影，你拥有了一个绝佳的，甚至可以说是导演视角。你可以清晰的、毫无遮挡的看到他最真实的状态。你可以看到他因为动情而泛起的红晕是如何一点点从脸颊蔓延到耳根。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神是如何从一开始的清澈带点羞涩，慢慢变得迷离失焦。你甚至能捕捉到他不经意间轻咬嘴唇的那个微小动作。这一切都是最真实、最没有经过任何伪装的情感流露。这种真实感带来的冲击力是任何其他角度都无法比拟的。而除了脸部的特写，你的视线往下则是另一番风景。从你的视角上望去，随着他身体的起伏，你会看到因为地心引力而产生的最自然、最没有矫饰的身体曲线的律动。那是一种充满生命力的展现，是专属于你一个人的一场没有经过任何彩排的最原始的视觉飨宴。这种动态的美感唤醒的是男人最底层的对于生命力和女性魅力的欣赏。这听起来是不是很美好？光是视觉上的满足就足以让这个姿势登上许多男人心中的排行榜首。但是我们都知道，理想很丰满，现实往往很骨感。你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当你满怀期待，布置好一切，邀请他来到这个你梦寐以求的最佳观赏位时，却发现你的他好像不太给力。他可能刚开始还兴致勃勃，但不到30秒，你就能感觉到他的喘息变得急促，动作开始变形，从充满节奏感的上下律动，变成了不协调的左右摇晃的挣扎。甚至他可能根本找不到发力的感觉，不知道该用腰还是用腿，最后索性停下来，气喘吁吁地趴在你身上，抱歉地说一句：我好累啊，留下一脸错愕、欲望还悬在半空中的你。又或者有些女孩子，她们本身核心力量就比较弱，平时没有运动的习惯，身体的协调性也比较差。对她们来说，要维持这个姿势，并且做出有效的律动，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体力活。这不是她们不愿意，而是真的臣妾做不到。于是，一场本该是充满激情与乐趣的互动，变成了一场尴尬的、双方都感到挫败的闹剧。他觉得自己表现不好，让你失望了，而你也从一开始的期待变成了无奈，甚至可能还要反过来安慰他。那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理想和现实会有这么大的差距？要解开这个谜题，我们就必须更深入地去理解男人到底为什么会迷恋这个姿势。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视觉享受，还有一个更深层的，藏在男性基因里的心理需求，那就是掌控感。这个词听起来可能有点强势，但请你先别急着否定。这里的掌控感并不是指那种霸道的不顾对方感受的控制，它是一种更复杂、更具关系意义的心理满足。我把它拆解成3个层次，你听听看是不是这么回事。第一个层次是物理层面的掌控感，也就是成为基石的感觉。
在这个姿势下，你是躺着的，是稳定的，是那个承受重量、提供支撑的地基。你的伴侣在你身上移动，他的所有重量、所有力量，最终都回归到你的身上。这种感觉会让男人产生一种强烈的，类似我是他的依靠，我能稳稳地拖住他的感觉。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充满力量的男性角色定位。你就像一颗定海神针，无论它如何摆动，你都在那里，坚实而可靠。这种感觉本身就极具满足感。第二个层次是心理层面的掌控感，我称之为被全然信任的满足。你想想看，当一个女人愿意采取这个姿势，她其实是在用身体语言告诉你，我把我自己交给你了。她仰赖你的稳定，她把她最脆弱、最柔软的一面展现在你面前。这种毫无保留的信任会极大地满足男人内心深处的保护欲和责任感。你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他的体重，更是他对你的信赖。所以啊，当你掌控着局面时，你其实是在回馈这份信任，让他感觉到安全和被保护。第三个层次是互动层面的掌控感，也就是自由探索的权利。在这个姿势下，你的双手是完全自由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当你的双手不大不小，刚刚好地覆盖在他腰间最柔软的部位，你能感觉到他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细微的发力。你可以轻柔地抚摸，可以有力地引导。你的手可以上上探索他胸前起伏的曲线，可以下下感受他臀部的力量与弹性。你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一个可以随时发起互动、交予回馈、探索地图的领航员。这种能够主动去爱、去给予、去探索的权利，才是掌控感最核心的魅力所在。它让这场互动从单向的服务变成了双向的、充满交流与默契的舞蹈。所以你看，视觉的冲击加上这三个层次的掌控感，共同构成了这个姿势对男人无法抗拒的吸引力。理想情况下，女方应该怎么配合呢？最基础的动作要领其实也很简单。首先，她的重心要稍微向前倾，双手可以支撑在你的胸膛、肩膀两侧或者床面上，这样可以帮助她维持平衡。接着，发力的重点应该是她的核心肌群，也就是腰腹和臀部，利用这些大肌群的力量来进行上下或前后的移动，这会比单纯用大腿的力量更持久，也更有效。好了，说到这里，我相信你对这个话题已经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了。我想听听你的看法。除了掌控感，你觉得女上位还有哪些无法抗拒的魅力？在留言区分享你的看法。但这一切的美好分析都建立在一个完美的理想情况下，那就是你的他是一个体力充沛、核心有力、协调性良好，并且完全理解你需求的神队友。如果不是呢？如果他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类型呢？这时候，如果你还硬要他自己动，不仅会让双方都感到挫败，更可怕的是，还可能带来真实的物理层面的风险。我接下来要说的不是危言耸听，在医学上有一种严重的伤害叫做阴茎白膜撕裂，俗称阴茎骨折。虽然它内部没有骨头，但这种海绵体组织的撕裂伤，那种痛苦程度和可能造成的永久性后果，是任何男人一辈子都不想体验的噩梦。而它最常见的发生场景之一，你猜是什么？就是当上位的伴侣因为体力不支、动作不协调，突然之间用尽力气猛力坐下，或者在移动过程中突然失去平衡，改变了原有的安全角度时，那一瞬间的冲击力，如果角度不对，就可能导致这场悲剧的发生。所以你看，核心的矛盾点就出现了。他动，他又累又不协调，体验不好还有风险；他不动，变成了死鱼，大家都不爽。这仿佛成了一个死结。
这个死结到底要怎么解？答案其实非常简单，简单到你可能从没想过，那就是把主动权彻底的100%的拿回到你自己手里。是的，你没听错，解决问题的核心不是去训练它，不是去抱怨它，而是进行一场权力反转，由你来主动攻击，由你来主导整个过程，这才是对双方来说最安全、最省力也最高效的方式。接下来我会把这个核心策略拆解成3大绝技，这3招你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起来，它们会彻底改变你的处境。我会讲得非常细，请你一定要认真听，因为这可能是你今天学到最有价值的内容。在开始之前，你先要有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忘掉他在上面就该他动的刻板印象，把你自己从一个被动的床垫升级为一台主动的、充满力量的引擎。准备好了吗？我们来看第1招，你来动，我称之为引擎模式。这一招的核心是将发力的主体从它完全转移到你身上，它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放松的、安稳的坐在你身上，享受这一切，而你则要成为驱动这一切的核心引擎。具体怎么做？想象一下你在健身房练的臀桥或者 hip thrust， 对，就是那个动作。你的双脚稳稳地踩在床上，膝盖弯曲，你的整个背部贴紧床面作为支撑，然后运用你的核心肌群、你的臀大肌和你的大腿后侧肌群这几个男性身上最强大的肌肉群来发动一个向上挺起的动作。这个动作不是猛烈的冲撞，而是充满控制感的、有节奏的向上的推送。你可以控制每一次上顶的高度、速度和力道，你可以创造出平稳如波浪的节奏，也可以在关键时刻给予一个强力的冲刺。当你使用引擎模式时，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化学反应？首先，对他来说，他彻底解放了，他不再需要思考我该怎么动，我快没力气了，他所有的压力和负担都消失了，他只需要放松地感受你带来的每一次冲击，他的体力消耗几乎为零，这能让那些原本只能坚持30秒的他，可以陪你早完一整场马拉松。其次，对你来说，你获得了100%的掌控权，节奏的快慢、进入的深浅，完全由你决定。你可以根据他的反应，随时调整你的策略。当你感觉到它即将到达顶点，你可以加快频率，给予连续的刺激。当你想延长时间，你可以放慢节奏，享受缠绵的过程。你成了这场交响乐的总指挥。最重要的是，这个模式极其安全，因为所有的运动轨迹都是由你发起和控制的。你的身体最知道哪个角度是安全的，哪个力道是合适的，意外发生的几率被降到了最低。这就是第1招，引擎模式，用你最强大的肌肉去主导整场战役。接下来是第2招，你来带，我称之为领航员模式。这一招适用于你的他，还有一些体力，也愿意尝试自己动，但就是找不到感觉，动作不协调的情况。这时候，你的角色不是取代他，而是成为他的领航员和教练。而你的领航工具就是你的双手。将你的双手温柔而坚定地放在他的腰间，或者轻轻扶住他的臀部。你的手掌此刻就是他的方向盘和节拍器。当他自己尝试前后或上下移动时，你不要跟他对抗，而是顺着他的力，然后用你的手掌给予一个轻微的引导性的力量。比如，当他向前时，你的手可以轻轻地推他的后腰，帮助他完成这个动作。当他向上时，你的手可以在他的臀部下方给一个向上的助力。
你的引导会像一个节拍器，帮助他混乱的动作慢慢找到一个稳定的节奏。你可以引导他从单纯的上下变成轻微的前后画圈。你可以透过手掌的力度变化，告诉他，对，就是这个节奏，保持住，或者慢一点，我们换个角度试试。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身体对话。你不是在用语言命令他，而是在用触觉和力量去教会他。这个过程充满了默契和温情。你会发现，在你的引导下，他会越来越有信心，动作会越来越协调。他会从一个迷航的水手变成一个能够与你共舞的绝佳舞伴。领航员模式的精髓在于引导而非控制。你的力量是温柔的，你的目的是帮助他找到感觉，最终达成你们双方都享受的同频的律动。这不仅提升了当下的体验，更是在为你们未来的亲密关系培养一份无价的默契。最后是第3招，你来辅助，我称之为助推器模式。这一招可以看作是前2招的结合与变体，它适用于他想要主导，但力量时有时无，后继乏力的时候。你的角色就像火箭发射时的助推器，在最关键的时候给他一把力。当他主导向上抬起身体时，你会感觉到他力量的顶点，以及随后因为力竭而下落的趋势。你要做的就是在他每一次向上发力的瞬间，用你的手掌在他的臀部下方给予一个精准的向上的助力。这个动作就像你小时候推一个荡秋千的朋友，你不需要一直推，你只需要在秋千荡到最高点，即将回落的那一刻，轻轻的同步的再给他一把力。你的每一次辅助都帮助他节省了体力，延长了他主动的时间，也让他的每一次上都变得更轻松、更高、更有力。助推器模式的美妙处在于，它在最大程度上保留了他主导的感觉。他会觉得是自己完成这一切，这会让他充满成就感。而你则像一个隐藏在幕后的英雄，用你的力量悄悄地支持着他，让他能够在舞台上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这3招：引擎模式、领航员模式、助推器模式，就是男人在女上男下这个姿势中实现权力反转、掌握绝对主导权的核心秘诀。他们的核心思想都是将解决问题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不仅是一种技巧，更是一种成熟、体贴和充满男性魅力的担当。当你掌握了这3招，基本上已经能解决90%的女上难题了。但如果你是一个追求完美的男人，想追求120分的极致体验，那么我还有一个终极的神器要教给你。这个神器非常简单，家家户户都有，但99%的人都不知道它在这个场景下的妙用。这个神器就是枕头。对，你没听错，就是你每天睡觉用的枕头。一个小小的枕头可以彻底改变游戏规则。具体怎么用呢？不是垫在你的头下，而是垫在他的身下。当他采取这个姿势时，请你拿一个不要太高、有点硬度的小枕头，或者把柔软的枕头对折，垫在他的腰部下方，靠近臀部的位置。就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奇迹？当枕头垫高了他的腰臀部，他的骨盆会自然地产生一个前倾的角度。这个角度的改变是精髓所在，它会让你的进入变得更深、更贴合。原本可能需要费力寻找的角度，现在变得轻而易举。同时，这个角度也更容易让你触碰到他身体内部那个被称为G点的极度敏感的区域。很多时候体验不好，仅仅是因为角度不对，差了那么一点点，而一个枕头就帮你补上了这最后1公里。
你可以把枕头神器和我们前面说的3大绝技结合起来使用，比如在使用引擎模式时，垫上枕头，你的每一次向上都会带来更深层次的刺激；在使用领航员模式时，枕头提供的稳定支撑会让你的引导更加轻松有效。所以别小看这个枕头，它是一个杠杆，能用最小的力气撬动起最大的欢愉。下次不妨试试看。好了，今天我们聊了很多，从男人为什么迷恋女上男下的视觉与心理原因，到现实中可能遇到的困境，再到男人如何透过3大绝技和1个神器来彻底主导局面，成为真正的实力派。我想为你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观点：女上男下的美好，男人完全可以，也应该由自己来主宰。好了，今天我们聊了很多，从男人为什么迷恋女上男下的视觉与心理原因，到现实中可能遇到的困境，再到男人如何透过3大绝技和1个神器来彻底主导局面，成为真正的实力派。我想为你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观点：女上男下的美好，男人完全可以，也应该由自己来主宰。当你遇到一个神队友，那值得庆幸；但当你遇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伴侣时，透过主动引导，你不仅能解决他体力或协调性的问题，更能确保整个过程的安全，并将体验的节奏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才是一个成熟男人在亲密关系中应有的智慧和担当。当然，爱是双方共同的事情，想要更完美的体验，长远来看，最好的投资永远是投资你们的健康。我真诚的建议，无论是你还是你的他，都去运动吧。拥有一个好的体能，好的核心力量，是一切亲密关系的基础。这份投资回报率绝对超乎你的想象。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分享对你有帮助，请务必给我一个赞，让我知道你收到了。更重要的是，一定要点击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我会持续带来更多这样直接深入的内容，帮助你在关系中更有主导权。而且你也知道，这类内容含金量很高，但也随时可能消失。点击订阅才不会和我们失联。期待在下支影片见到你。